3000块，拿着滚蛋！昨天那批订单，客户退货6万块，我赔了6万。就那批货怎么？你说布料没问题，你是质检员还是我是质检员？你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穷小子，懂什么面料？没有我宋大彪，你现在还在村里种地呢。那批货的布料是你要换的，你说省成本，用2级料顶1级料，客户退货是你自己签的字，这个锅我不背。放屁！我让你换你就换，你是木头啊？客户说不对码，你不会解释？我教你3年就教出你这么个废物，看见没？废料配废人正合适。还有，这工服是厂里的，你不配穿，脱下来滚！这才像话，穷就得认。我不走。你不走，你赖在这干嘛？这厂是你家开的？我替你干了3年，裁剪、车工、质检、跟单，我一个人顶3个人。去年那个大客户是我跑下来的，今年这批订单也是我盯的，加班费、退货扣款，你得给我算清楚。你应得的，你说说什么叫应得的？我让你走你就得走，县城里但凡有一家厂敢用你，我跟你姓。那我就不替人干了。站住！穿着厂里的工服出去，你也配？脱下来。好，这3000块你留着，我就当给自己买了个教训。你是江晨？是。听说你在盯那批退货订单。苏总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乡下人，什么都不懂。听说你对面料很了解。对，我懂面料。那正好，我缺一个能看货的人。苏总，你要干什么？宋老板，会看料的人不该只值3000块。苏总，你怎么知道我懂面料？你舅舅说你是废物，我不信。那批退货我看过记录，能拦着不让出货的人，不可能什么都不懂。我只是个普工。普工也有懂行的人。明天来我仓库，工资你开。干过什么？服装3年。在哪儿干？宋大彪那厂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不缺人了。大彪那边打过招呼了，说你手脚不干净。我没拿过厂里1根线。那你跟我说没用，这行没人敢惹他。拿着吧，2馒头，别让老板知道。老刘，你回去吧。江晨，别跟你舅犟，他在县城10几年了，你一个人犟不过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认。今天跑了1天，没人要你吧？我说了，县城谁用你，我就跟谁急。那你急着吧。我倒要看看谁先撑不住。这批料子，赵德柱说是纯棉，你帮我看一眼。不是纯棉。确定？棉和底混的，回弹太硬。哟，苏总，还真让他看货啊！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人，也配摸我的料？小子，宋大彪都不要你了，你还装什么行家？你这批不是纯棉，是再生棉混纺，染色也不稳。胡说八道！苏总，要不要验？一试就知道。验什么验？我做了20年面料，你听一个穷小子胡扯。做20年，不代表不会坑人。看没有，掉色，浮絮还重。这料做外套最多洗2回，起球、变形、掉色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苏雨晴，你今天要是信他，咱们以后就别合作。他断了我的供。县城断了，就去省城。你跟我去。去。明早4点，楼下等我。全断了。赵德全不是一个人断，是宋大彪在后面压。苏总，找货呢？县城就这么大，别把路走窄了，捡个废人回去，真当捡到宝了。省城去不去？去。
没吃早饭吧？先垫一口，等会儿看货别给我省面子。料子有问题，我会直接说。苏总，这就是你带来的帮手，他帮我看货。年轻人，会看布，看过几年。这批纯棉500匹，棉是棉，但染色有问题。小伙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不乱说。低温染出来的色遇水会跑。这料子做出来，第2次洗水就掉色，卖出去是砸苏总的牌子。王厂长，这批货价格得重新谈。你这个帮手眼睛挺毒，之前我还以为你是个愣头青，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我不是眼睛毒，我只是不想再替别人背锅。既然你会看，那你再看看这几卷。这几卷比刚才那批更不能要。你又看出什么了？外面像棉，里面混得太杂，做成衣服，客户一洗就知道。我这仓库里的货，还轮不到你一句话定生死。那就现场试，试错了我赔样布。纤维短，浮毛重。这不是高档纯棉，是低价混纺翻出来的。王厂长，这些货我们不能按原价拿。行，我承认，这批上游给我的时候就有问题。有问题不可怕，怕的是明知道有问题还往客户手里送。你以前在哪个厂做质检？没有岗位，什么都干。来我这儿吧，我给你开高工资。不了，我答应了苏总，先帮他看货。行，哈哈哈哈，有规矩，以后缺料可以来找我谈。王厂长开高工资，你真不动心？我被人赶出来的时候，是你给的活。做人不能刚有口饭吃就换桌。江晨，你快回来！你就放话了，谁再跟你合作，他就断谁的料。还有呢？他还让人去你出租屋贴纸，说今晚之前必须搬。去你住的地方。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堵。那就别住这儿了，今晚去我工作室，先住2楼，别在外面硬扛。苏总，这不合适。你帮我看货，我给你个睡觉的地方，合适。那几台是房东留下的，占地方。能不能借我用几天？我想自己接点活。你要自己做？没人用我，我就自己做，改裤白、补袖口，什么活都行。机器你用，亏了别找我哭。不会亏。江晨，你躲到女人那儿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县城这行没你饭吃。他不是不给你饭吃，他是怕你真吃上饭。我以前给他干活是饭，他现在不给了，我就自己煮。今晚先睡这儿，明天我帮你问问有没有小地方能租。不用太好，能放机器，能做活就行。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不能一辈子等别人赏饭。行，明天开始，我给你找第一个活。只要有一台机，我就能开工。放几台机器做衣服？不吵，活少，先租1个月。不好意思，这房子刚有人订了。刚才不是说空着？刚定，你们再看看别家。这个可以。兄弟，不是我不租，你得罪谁了？租房子讲合同，不讲得罪谁。你们别难为我，我还想在这片做生意。租出去了不方便，地方不合适。17个地方1个都不租，这不是巧，是宋大彪下手了。他怕我有地方落脚。找厂房呢，县城的门没那么好进。要不先停2天？停1天，别人就会说我真不行。你们找放机器的地方，
南边有个废弃养殖棚，臭是臭点儿，便宜。你们要是不嫌，就去看看。这地方能做衣服？能接电，能挡雨，就能干。你真不嫌？我被人当废料扔出来，废地方正好陪我重新开头。我以为你会嫌脏。人干净，地方就能干净。老是老，还能踩，坏了不退。便宜点儿，我自己修。这就是你的厂？现在是1台机，以后会有10台、50台。江晨，你真会挑地方，人家开厂，你开棚，你就靠这破机器跟我抢饭吃？不是抢你的饭，是把我自己的饭碗拿回来。县城没人给你下单，你这棚子最多3天关门。那你3天秀来收门板。老刘，走，别沾晦气。你不气？气没用，衣服做出来才有用。苏总，帮我找个客户，小单也行。我去找，你把第1件做出来。从这一针开始。苏总，你确定是这儿？你要的是会做活的人，不是会装修的门面。袖子短3公分，腰收一下，口袋该隐形拉链，15一件。15不做，嫌少？你这地方还挑价？不是挑价，你这个袖口锁边薄，腰线一收，穿2次就变形。你要织改短，15够；你要改好，15不够。30，我给你重新走线，口袋也按成品标准做。30，我找谁不能改？能改的人多，敢保证客户不退的不多。先给他20件事，做不好我担保。25一件，第一批20件，先付30%定金。你还要定金？我现在穷，但我不是白干。第1单别弄砸了。砸不了。还没停。第1单不能拖。饭放这儿，你别把自己踩废了。腿废了，手还能干。江晨，你看看这袖口，是我的错。一句错就完了？这货下午结单，我拿什么发？给我2小时，我补完。2小时？你确定不是嘴硬？嘴硬不值钱，做出来才值钱。 2小时，做不完合作取消，定金退1半。行，下周6第2批。好。退抽了吧？货没抽就行。我说个事，谁跟江晨合作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以后缺料、缺工、缺布，别来找我。一个破棚子能做出什么好货？出了事别怪我没提醒。货到了。江晨，后面的单先停吧。群里都在说你用脏料、回收料，我做生意的不能冒这个险。为什么？你穿过，货没问题。我知道，但客户不知道。你那地方别人一听就怕，定金不用退，后面的真不能给了。李磊退了，不是货的问题，是宋大彪的问题。他不是赌我的手艺，是赌别人信我。所以光会做不够，你得让别人亲眼看见。那就让他们看。怎么看？去省城，县城不信我，就找外面的人看。苏总，这次可能白跑。
白跑也比坐着挨骂强。省城市场比县城大，但人情也更硬。硬也得撞，现在没路了。这种克重有没有现货？不好意思，没货。赵德珠，苏总，省城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。哼，小子，懂料没用，没人卖给你，你拿空气做衣服。你就这么怕他找到料？我怕，我看笑话。看笑话，给我站远点，别挡路。行，你继续找，我看你今天能不能拿走1尺布。常规摊位走不通，那就不走常规摊位。你真懂料。这卷不是废料，是客户退单，版型不对，料没坏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布没错，错的是裁法。你要愿意，我帮你改样，换几卷料。这批货压了半年，没人要，你说能改？不是没人要，是你按原版卖，卖不出去。如果改成短款，能压成本。肩线往里收，袖口短2公分，黑布就不闷了。老陈，你这批黑布也敢给他？不怕砸手里？砸不砸？看布，不看人。你一个破棚子出来的，少在省城装明白。他刚才说的版型，你听懂了吗？这布可重够，缺点是硬，硬布不能做宽肩，越宽越笨。把肩线收了，袖口短了，剩下的料还能做帽边，你不亏，我也能用。说的好听，你有钱买吗？哈哈哈，就这点钱，你拿什么跟我谈？我拿手艺谈。你真能帮我改掉这批压货？给我1小时，我给你改一件样，改不好我不要布。1小时？你以为这是你那个破棚子？在哪里做都一样，不听手，不听地方。里面有台旧机器，1小时。你不是爱看笑话吗？站这儿看。专注。还有40分钟，我看他能变出花来。他不用变花，他只要把衣服做对。哇，这布不能硬卖，做成短款，剩料做帽边，压货就能走。你这手确实不是嘴上功夫。我不要钱，按刚才说的换料。3卷，以后你要尾料，先来找我。够做第1批样衣了。江晨，省城路远，布别半路丢了。你要有本事，就别只会半路使坏。又来了。别管他们，布在就行。这布谁碰谁赔。这不是布，是明天的样衣。李磊上午来看样，他要是点头，你就有第2单。先别想第2单，第1件不能丢人。这件比你昨晚说的还好。我去找人。别追，客户快到了。衣服毁了？没毁，只是换个做法。这就是你让我看的样。江晨，我是做生意，不是陪你赌气。给我10分钟。又10分钟？你每次都靠补救，能补回来也是本事。原来是纯黑，
现在是灰黑拼，脏水毁的是外层，不是版型。这一款可以叫城市灰，比纯黑更有记忆点。你这是临时救的，还是早想好的？做衣服的人不能怕出事，怕的是出事以后没手。这件我拿走，卖得动我加单。这事儿没完。不急，先让衣服替我说话。有人问价了。先别高兴，货没卖出去都不算。被举报了。一个破棚子还想靠视频翻身？他们不让人看。那就不让手机替我说。什么意思？衣服不是拍出来的，是穿出来的。你要穿出去？他们说脏，说假，说破棚子做不出好货，那我就让人亲手摸。江晨，视频我看了，衣服是不错，但现在下面炒得厉害。你怕退货？我怕客户问我这衣服到底从哪儿来的。明天上午县城中心，我穿着它站给人看。你要是敢，就来拍。他还真敢穿出去。明天我拍，但你别硬撑。我撑的衣服不是面子，明天让他们看，破棚子也能出好衣服。这件衣服料子来自鸡鸭尾料，但不是废料，改的是版型，靠的是针脚。这不是那个破棚子做的吗？可以摸，袖口重新锁边，下摆做了拼接，不是糊弄人的活。手感还真不差。你们看，不怕翻，线头、锁边、里配，随便看。这活不像临时糊出来的。站街上卖惨也叫做生意？现在不卖现货，只接试单，做不好不收尾款。我们不做虚价，不吹库存，能做多少说多少。你好，刚才那件衣服是你们自己做的？是。让那个做衣服的人明天来见我。我叫江晨，衣服是我做的。3天内能不能做一版2000件的排产方案？能。回去算产能。2000件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料。客户总价14万7，但只给3天看样和排检。样衣明天出，排产后天给。你现在只有1台机，1个棚，1台机做样，排产找外高，能不能成？先把样衣做出来。没货，不方便，这批不能卖。县城料路被堵死了。谁给江晨1尺布？以后别找我拿活，他有订单也只能看着。这一点撑不到样衣修改。我去省城，再找尾料。赵德柱肯定在那边等你。他堵摊位，我走后巷；他堵后巷，我找散户。你留在县城稳客户，别让他们退。你一个人去？这单要是黄了，就真没人信我了。样衣明早给您看，排产后天交。我只看结果，明天见不到样，我找别人。明白。别硬扛，料子没了，人得回来。人回来，料也得回来。你上次改的样我卖出去了，这批黑布能不能先给我？钱不够就给我再改2番图。不，你先拿3卷，我不白拿。量表今晚画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没看见。看不见路，别看别人东西。拿到了3卷。客户问样衣，你多久到？天黑前。别丢，别耽误。不回来了。人也回来了，走，赶样。江晨，这地方得整改。现在电线、地面、门口堆料都有人投诉，今晚不改，我这房子不敢租。
谁投诉的？破棚子就该有破棚子的规矩。又是他，他圈什么我改什么，样衣也照做。你一个人怎么做？你画板，我改电，半小时后上机。样衣明早给您看。明早9点，晚1分钟，我换人。几点？明早9点。那就现在开始。他画红圈，我就把红圈改成起点。他们开始咬山寨了。那就拆给他们看。拆？衣服经不住拆，才叫山寨。今天不吵架，我们拆衣服。第一，看走线，山寨货为了省工，里面最乱。你们看这件。第二，看拼接，不是哪里缺补哪里，是按受力点接。还真拆啊！拆一件算什么？他有生产能力吗？第三，看排产，2000件，2000件喊，不是嘴上喊。我现在产能不够，但我不会虚报，能做多少我写多少。我们经理看到了，样衣带来，公司楼下等。我们马上过去。拆给别人看了，接下来得让客户信。走。经理临时有事，今天不方便见。那我等。可能要很久。衣服能等，我也能等。吃口，你中午也没吃。客户没见，我吃不下。你饿晕了，他更不会见你。你不怕，他就是故意晾你。他晾我是怕风险，我等他是给他看态度。经理说明早10点，给你15分钟。15分钟够了。衣服不错，但2000件我不敢直接给你。正常。先做1000顶帽子，给你5天时间，做得好，我们再谈衣服。帽檐、帽边、内衬，要求写清楚。你不先问价格，要求不清，价格就是坑。行，细节给你，5天后验货。1000顶5天，比衣服还细。帽子小，错一针更明显。帽子布料也被断了。这点料做帽子都不够整齐。那就别整齐。什么意思？帽边、帽顶、帽舌分开做，边角料做不成一块，就做成拼色。拼得好是设计，拼不好是省料。所以要拼得让人看不出穷。这次边角料要翻身了，颜色搭住了，内衬还得压平，不然带酒磨头。你们这是边角料拼的？是边角料，但不是乱拼，每块颜色厚薄都按位置分过。我怕客户一看就觉得廉价。衣服挂着看一半，戴上才看全。普通臀色谁家都有，这个帽子第一眼就能记住。边角料最怕松散，所以内衬多压一道线。你看这里，这东西上镜比普通帽子强。1000顶我还不敢，先收100顶试试。100顶3天交，先验再付尾款。你不怕我压价？你压价我就少做，手艺不能打折。行，100顶。边角料翻身了，但也更难做。难做才没人抢。这是我最后能调来的料，偏色了。这是伪批料，色差难免。你们要退，
来回运费自己承担。你们发货前没说有这么大色差。便宜料就这个样。听说你们调的布有色差，这种货我们不要。给我们1天，明天看不到解决方案，我退单。这批料是我压上最后的钱调的。偏的不散，说明还能用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一块坏，是整批旧，那就别漂成新，直接做旧，统一水洗，分批编号。把瑕疵做成风格。客户怕的是次品，不是旧感。赌一次。这不是偏色吗？不是偏色，是做旧分组，每一批色差控制在一个范围。你别把次品说成设计，次品是没控制，这个每一顶都能对上编号。这颜色还挺特别，挂着看像旧，戴上看是风格。这个比纯色有记忆点。这批帽子我可以先收，但我想要同风格卫衣，你们能不能做？能，2000件做旧风，别给我做成真旧，真旧是破，做旧是控制，你要的是后者。我们按批次交。现在不是没单了，是机器不够，人也不够。一台机不够，必须找人。小作坊我问了一圈，有人愿意来试。活是好活，就是地方太小。地方小，账不小，按件算，做多少结多少。账公开，不压工钱。江晨给多少？我多给30%，去他那破棚子干，丢不丢人？被挖走了，正常，人要吃饭。你不气？气，但气不出衣服。愿意留下的先拿一部分。你不怕我们拿钱走？怕，但我更怕没人敢信我。你不追？追回来的人心也不在这儿。有个仓库，50台旧机器，2万块，老板急着出，还能用？不好说。你要能修就是命，修不了就是废铁。2万。我们账上只剩这一笔，看完再说，别怕赌，也别瞎赌。这还能用吗？能修，缺油缺针感，有几台轴歪。2万一次付，今天定。要。江晨，你还真爱捡破烂。这批机器我出3万，现在就付。呵呵，你不是会做吗？没机器，看用手缝。你买回去是砸，我要买回去是旧。你拿什么救？给我半小时，我修响一台，你2万卖我，修不响我走。哼，半小时，你当自己是神仙？不是大毛病，卡在油路和针具。会说几句黑话，就真把自己当师傅了。你厂里的3号锁边机也是这个毛病，我修过。一台能响，剩下的就能修。2万，卖你。老周，3万你不要？你买是砸，他买是用，我卖给能用的人。机器进了你棚，也得转得起来才算。他转不转，听我的手，不听你的嘴。先搬10台，剩下的分批。这台缺针感，那台皮带松，先救能跑的。我能搭把手。宋大彪那边我不想待了，先修机器，别的以后说。别贴太厚，影响拧螺丝。你这手不是铁打的。现在机器比我金贵。他们真活了。
还没，能干活才叫活。昨晚收工前还好好的，有人动过。机器多有什么用？缺了关键件儿，全是废铁。9，买不到原件，就找通用件改。他以为缺件就能卡死我，我偏让这些机器继续转。这个型号老了，原件早没了。长了3毫米，能磨；孔位差一点，能垫。这也能改？机器是死的，人手是活的。这不是原配件，宋大彪卡的是原件，我用通用件。你这手再伤下去，后面怎么做活？机器停了，手好着也没用。真跑起来了！告诉客户，第一批货照交。我去稳客户。报价又漏了。不是客户漏，是我们里面漏。你怀疑自己人？不是怀疑，是有人已经把饭碗递给宋大彪了。最近辛苦，明天换新供应商，料价能降1成，大家多担待。新供应商，他还真敢想。今晚就去赌，让他连明天的料都见不着。消息放出去了，假的，那家根本不是我们的供应商。你要让宋大彪自己去找。他一动，内鬼就坐实了。你猜中了，有人冒充你去谈货。明天不查手机，查谁最慌。江晨本人怎么没来？他忙生产，我替他跑。章在这儿，合同也在这儿。谁让你替我跑啊？你不是让他来签的吗？我没要让任何人来签独家。你现在反悔了？合同白纸黑字，你别赖。这个违约金是冲着卡子我们来的。我不管你们内部怎么回事，谁是真的，拿证据。章在这儿，还有比章更真的？这章连边都没磨平，着急赶出来的吧？明天带贾章去省城，把江晨的供货签死。的录音证明文件是伪造的。现在谁是真的，够清楚了吗？这合同作废，以后供货只认江晨本人。宋大彪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那就让他继续露底。事成之后给你10万，别让江晨拿到料。宋大彪把手伸到我这儿了。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，只是这次留了声音。我们不求你偏向，只求正常供货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的料我按批次供，价格按合同，不临时加价。你有手艺，也有底线，这个生意我敢做。苏雨晴，他手里怎么会有录音？现在那边不接我电话了。他不是开店吗？那就让他店开不下去。怎么了？店里出事了，衣服没了，单子也乱了。等我。人没事，衣服还能再做。张姐，样衣我可以补。你店都这样了，我不敢把单子放你这儿。取消几单？3个已经退，2个说等等。把没退的先保住，退了的我赔你做回来。你拿什么赔？你自己厂子都缺钱。你的店是因为我被盯上的，以后你的事儿我一起扛。能补的今晚补，不能补的重做，
别让客户看见乱。我去联系客户，你去做样。苏总，店都看不好，还想做大单？别听狗叫，先就单。好，先就单。苏小姐，我也没办法，这房子不再租了。去我那儿。你那儿？床你睡，我晚上去棚里。江晨，我不是来拖累你的。你当初也没问我会不会拖累你。今晚先补3件，明天给客户看。他们还在等我们错，那就别错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店重新开起来。会开，比以前大。又退2单。退就退，机器不能停。活动服价格压得很低。要求呢？能反光，能抗拉，还不能闷。做不到的话就别接。做是能做，但你这个价儿做不成好拉链。你还没做，就想先加钱，不是加钱，是告诉你哪里不能省。拉链省了，活动当天坏，比贵更丢人。线条不能太花，功能要明显。这个可以，先试拉，别只看亮不亮。先付定金。活动服也一样，先把账写清楚。这消息谁发的？功能服，我让它变问题服。订单先停。有人说你这料不安全。谁说的？有检测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活动不能出问题，停可以。别退，给我1天检测。1天？真有问题，我赔你定金。没问题，你按合同走。1天。他这招是冲着名声来的。名声脏了，就用检测洗。家族费用高，最快明天上午。加急。这是今天的辅料钱。辅料可以晚买，但是信任不能晚。检测出来前，客户早跑了。明天上午决定这单活不活，也决定他这次能不能继续要。合格。面料、反光线、内衬都合格。报告没问题。报告看安全，衣服还得看用。订单恢复，但时间耽误了，数量先砍1半，1半也做，先把名声做回来。你不嫌亏，亏钱能补，亏信补不回来。合格，开工。这一单名声回来了，钱亏了，总比名声和钱一起亏好。不能一直被他打，我们得主动出去。去哪儿？行业订货会，宋大彪一定去。他有展位，有客户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衣服，有报告，有他没有的底线。那就去。我也去，搬东西、搭架子，我还能干。去可以，别怕丢脸。我在宋大彪那儿弯了几年腰，也该站直一次。这次不是去求单，是去证明。宋大彪最怕别人看见真东西，那就把真东西摆到他面前。这角落，狗路过都得犹豫一下。角落不怕，怕的是没人停。衣服挂直，人就能看清。哟，江晨，这位置挺配你。哼，2个破衣架，几张破报告，也敢来抢生意。报告破不破自是真的，你的料敢不敢摆报告？各位，
别急着走，看一件衣服10秒钟。哼，又想玩花活？不是花活，是布料该有的本事。外层挡水，内层排汗，不是一次性涂层。拿水喷一下，也能骗客户？所以不只看水，看报告。衣服可以吹，数据不能吹。你们可以复测，也可以直接上手拉，看线位。这款能不能先做200件？可以，但要按批次验货，我们不虚报产能。你倒是敢说，吃过虚报的亏，就不想让客户再吃。200件，江晨，老子一天就卖2000件。那你卖你的2000，我做好我的200。那就比比，1个月看谁的订单硬。江晨，1个月谁订单少，谁滚出县城服装圈，敢不敢？怎么做200件就开始发抖了？比订单可以，比假货不比。假货？少给我扣帽子，就比谁卖得多。卖得多不等于做得好。那就让客户选，1个月后省城盲测。江总，盲测接。这话在场的人都听见了。你不该当场接，他场子大，人多，渠道也多。不接，他明天就会说我怕了。老板，1个月要赢他，得有新东西。做旧防水都不够，得做一款他超不快的功能面料。这很烧钱。不烧这次，以后一直被他烧。全投进去，工人工钱就得压后。工钱不能压，研发材料我再想办法。这手感穿身上像纸壳。记下来，降浓度。已经失败7次了。7次说明7条路不能走，不是没路。这是什么？能换点钱，买下一批材料。不行。江晨，你都能把最后500块压进机器，我也能把没用的东西压进面料。3分钟变色，5分钟回干。还差一点。只够最后一锅。那最后一锅就不能错。这次先降温，再上色，再不成材料就没了。别说丧话，看时间。成了，真成了。这东西宋大彪一时半会儿抄不出来。别高兴太早，先做检测，再做样衣。样布已经成功了。先不用送了，我们收到举报说你们新面料有安全风险，订单暂停。又是宋大彪。客户要封样复检，合作暂停。这时候暂停，工人那边会慌，让他们封。我们每一锅料都经得起查。他们要封样。封，每一块样布都有记录。样布、原料、成品小样都要封。要是真有问题，这批货不就完了？怕可以，但别乱。谁手里的活继续做。老板，要是不合格呢？不合格，我赔客户，也赔你们工钱。你拿什么赔？拿账赔，拿机器赔，拿我这双手赔。你们这批次记录得很细。做小厂更得记得细，因为没人替我们说话。机器不停，货可以等检测，手艺不能停。合格。举报样呢？举报样本和你们封样批次不一致，纤维比例、染料反应都对不上。假样。他急了。正式结果给你们，后续客户要复核，样料合格，举报样不是我们的。
总算堵住他一嘴。不是堵嘴，是留证据，以后每一批都这么留。举报样没咬住，检测咬不住，那就让客户自己选，盲测。爱这么多年，不信客户会选他那破棚子。盲测提前了，那就提前去。客户认的是熟货，不是故事。手感软，价格低，这组成本应该高。第一轮，甲组56票，乙组45票。看见没？市场选的是我。如果没有异议，进入第2项。我有异议，我要重新验一验甲组面料成分。你落后了就想找茬？是不是找茬？不自己会说。双方确认可以做现场检验。先看序，再看幅序。回弹。这不是纯棉吧？正常工艺，你们别听他胡扯。正常工艺不会把低价化纤当纯棉卖。你标的是纯棉，可这杯水里已经不是纯棉的反应。我去年拿过你们这款，可以一起验，我的也减。这差距不用仪器也看得出。你们别被他带节奏。没人带节奏，今天带你翻车的是你自己的布。假料便宜，但总有一天要还。误会，都是工厂批次问题。批次问题？那去年我拿的那批也是批次问题？你那款功能面料能不能做1万件？能做，但不能一次交。别人都是抢着接，你先说不能。我现在的产能，第一批最多2000，后面分批交。虚报产能，客户等死，压工人赶货，质量会死。第一批2000多久？7天，含复检和包装。每批封样，每批留记录，你随时抽检。行，先签第一批，后面看交付。这不是赢了，是更难了。订单是路，走不完也得先卖出去。按现在速度，7天很悬。人不够，机器也不能全速跑。那就拆，会裁的只裁，会锁边的只锁边，别一个人包到底。他的工人能挖一个是一个。物流涨，辅料也涨，都卡在今天。他想让我们有订单没法交，要不先少做点儿。第一批交不出去，后面1万件就是废纸。今天开始，谁做哪道工序，谁签字，错了不甩锅，对了也不埋名。辅料我去找小摊，柜也得凑齐。别要一家独供，零散也行。整批没有，只有这些散货，颜色不完全一样。能不能按色号分？分是能分，但你要的急，价格低不了。价格我认，批次你帮我写清楚，不能混。小摊儿他也能凑，凑出来也不统一，客户一验就出事儿。颜色不一，线也有深浅。不混着用，分批做系列。系列？深色拉链配深蓝坯，浅线配灰蓝坯。那就别叫色差，叫批次色。每批留洋，别让客户以为我们乱凑。他卡我们的货，我们就把散货做成规矩。对，穷不能乱，越穷越要清楚。提前1天。还差多少？外壳够，内衬差300，附件还没完。我上级补内衬，你们复检。每件3处，拉链、肩线内衬漏1处，重查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要看实货，不看解释。10点，货在。这一件肩线歪了，拆，重走。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也不能把歪线交出去。
还差最后50件。天亮前做完。 AP 300，BP 500，CP 1200。再晚10分钟，赶不上。看他怎么准时。清单再核一遍，2000件，1件不少。批次清楚，做工过关。第2批按计划走。老板，真发出去了。先别喊老板，账算完再喊。你说纯棉，结果洗2次起球，退钱。个别批次咱们可以换，不是换，是退。后面的单也别做了。工资什么时候发？先压2天。压不住了，供货商也在催。我那边也被追货款，你别只找我，料是你供的，价是你压的，你要便宜货，现在怪我。他开始塌了，塌不塌是他的事儿，我们的货不能塌。有事儿？江晨，咱们到底是亲戚，你不能看着我厂子死。你来借钱？不是借，是周转。你现在有订单，拉我一把。还记得吗？你当初给我的价，3000块买不了我3年，也买不了你今天的脸面。江晨，我是你舅，你真要这么绝？你欠工人的钱先结清，结清了再谈厂子。我现在没钱。那这3000块，你拿去，先给他们买饭。江晨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是以前叫你舅。他又开始了。这比上次更狠，客户最怕偷设计。江晨那边设计来源能不能说明？我们不能卷进纠纷。能说明，我们会公开。他不是要看来源吗？那就全摆出来。公开？从第一笔线到最后一批料，全公开。偷来的东西，讲不出每一针为什么落在这儿。江晨，你解释的越多，别人越觉得你心虚。明天订货会还有一场交流会，就在那儿验。今天不吵，我们按时间把这件衣服怎么来的讲清楚。第一版是脏水破坏样衣后改出来的灰黑拼。那天我在，布是临时拆的，线是江晨当场压的，找自己人作证也叫证据。这是当天的照片，时间、样衣、订单记录都在。第二，看针脚，这个压线是为了盖住拼接受力点，不是装饰。这个线位确实有功能。你说这设计是你的，那你说说，为什么下摆要拼浅灰？就是好看，不是好看，是为了和帽边呼应。能讲清每一针为什么这么做，这就不是偷来的。你说我偷，现在轮到你讲，你那块纯棉为什么能烧出画魂味儿？江晨，我们想来试试，不求高薪，求案件算清。先试工3天，会什么做什么，账写清楚。行，你怎么定，我们怎么干。不是我怎么定，是账怎么定。以后谁都按账走。棚子快装不下了，那就换地方。老板，机器都调好了。先别叫老板，今天第一件货出来再叫。你这毛病改不了了。今天第一条规矩，账公开，工钱按件结。靠手艺吃饭的人，不该被3000块打发。
第一批付单今天确认，新厂第一单归档。你做到了。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，是这些机器、这些手，终于不用低头了。